民宿3楼，我一下下的踹着门，工作人员在边上急得跳脚，但没一个敢上来拦我。第5下，门从里面打开了，我没收住力道，一下冲了进去，一眼就看到老婆拿着绘本，抱着儿子坐在沙发上。她不耐烦地问：“你发什么疯？”我看着她凌乱的头发，双眼赤红。我左手边是烧水壶，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我一把操起水壶，回头狠狠地砸在身侧的人头上。门外围着的工作人员惊叫散开，壶里的水全部淋在伊藤诚身上。伊藤诚被砸得有点晕，他靠在柜门上，弯腰捂着头，嘶嘶发叫。我走到门口，狠狠地盯着外面说：“处理家事。”然后我把门摔上，扯着伊藤诚的衣领，把他拖进去，扔到床上。他朝着我脸就是一拳，挣扎着要从床上坐起来。可我比他高10厘米，重30斤，只消一拳下去，他就眼睛翻鼓，蜷缩着哼都哼不出声来。我从背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胶带，3、5下就将人捆好，嘴也封上。柳如烟怀里抱着儿子，远远地冲我嚷嚷：“你干嘛？”我胸中恶气欲堵，反手一巴掌抽到他脸上。“闭嘴！”柳如烟的声音还卡在嗓子眼，就被我抽了回去。他看我的眼神终于露出些惊恐的味道。我环视房内，地上放着2个行李箱，落地窗外就是海，很有情调。儿子菲菲见此巨变，扯着嗓子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柳如烟忙哄菲菲，毕竟是3岁小孩，几句话后便噙着眼泪，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压住心中的不忍，强行将视线移开。床上的伊藤诚扭动起来，嘴里呜呜作响。柳如烟战战兢兢地说：“季伯达，你是不是误会了？”他急切地解释：“我就是带菲菲出来玩，你又没空，所以叫伊藤诚陪一下。就是搭伴旅游。”好一个搭伴旅游！我两眼通红。你知不知道我妈死在家里？人都硬了。我话刚说出口，柳如烟的脸就白了。她慌张地说：“怎么会呢？我在冰箱里放了饭菜，只要用微波。”在我恶狠狠的眼神中，她掉下泪来，接下来的话全卡在喉咙里，我却忍不住笑出声来。床上2只枕头并排放着，一边连着一根充电线。我几乎能想象他们窝在同一张床上卿卿我我的模样。柳如烟抖着手来拉我，被我甩开2次后直接跪了下来。“你相信我？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没事，妈妈明明之前恢复的已经不错了。我几乎想杀了她。她心肌梗死出院只有半个月，我说要请保姆你不肯，公司让我去封闭训练，你信誓旦旦会照顾好我妈，你就是这样照顾她的。柳如烟叫起来：“对，妈妈肯定是心肌梗死又犯了，那是疾病，是意外，我在家也没办法呀。”我不想和她过多纠缠，弯下腰看着他俩。接下来的话我只说1次，2人争先恐后的点头。我说：“你们跟我一起出去，安静点，车停在西边停车场。”他们对视一眼，我冷笑：“你们可以试着跑。”我打开手机，调出刚刚收到的视频，是伊藤诚的爸爸陪着他妈妈散步的画面。只要后果你们能承受。房门拉开，我抱着菲菲走出去。走廊里的工作人员纷纷转开视线，我们一行人表情有种诡异的平静。无论柳如烟想怎样挨时间，走到停车场不过5、6分钟。我指挥伊藤诚把车里的纸箱搬到后备箱来。伊藤诚绷着腮帮子，把后排门扯开，抱着纸箱，又用脚把门用力踢上。我把菲菲迅速递到柳如烟怀里，在伊藤诚放纸箱的时候，直接抽出电棍，死死地按在他后腰，然后用准备好的铁链直接将他反捆好，一把扔进后备箱。转过身，柳如烟抱着菲菲正哆哆嗦嗦地准备跑。我3步2步追上去，拉过她的头发，捂着她嘴，将人塞进副驾。小孩受不了一电，你是不是想要菲菲尝个味？她哀求地看着我。别，我嘘声道，那你要听话。从停车场出来，我直奔高速路去。柳如烟流着泪，你要带我去啊？我从后视镜里看她，我真恨她这种骨子里烂得发黑，但面上纯情无比的模样。我说，你们不是喜欢旅游吗？
我带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旅游方式。后备箱传来沉闷的敲击声，柳如烟试探着说：“你这样下不了高速的。”我没接话，只是猛踩2下急刹，随着撞击声响起，后备箱没了动静。菲菲撇着嘴大声哭了起来，她从没见过我这模样，这会挥着小手，嘴里不停地叫：“爸爸，爸爸！”我边开边留意，在最近的紧急停车带把车停下，从驾驶室下去，我打开后备箱，伊藤诚满头大汗地瞪着眼看我。这次我把电棍按到了他脖子上，车前面传来动静，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关上后备箱门冲回去。柳如烟从后排爬到驾驶室，正试图开车，看到我出现，她吓得大哭起来。你到底要干什么？她明明已经怕得发抖，却还是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你别以为能为所欲为，现在到处是监控，你跑不掉的。我把她拉下车，这次她被我塞进了副驾，在安全带下面，绳在她腰上捆了4、5圈。柳如烟又求：“你让我坐后排，我陪着菲菲好不好？她在安全座椅里，不需要你陪。”她又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尿尿。”我关上车门。尿！我不嫌臭。车子启动，柳如烟用头砸着车窗。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和伊藤诚从小一起长大，只是喊他陪我们几天。求求你了，季伯达，求求你，想想菲菲。听了他的话，我只觉得一股火直冲眉间，忍不住一巴掌拍到方向盘上，车子猛然发出愤怒尖锐的鸣笛声。我咬牙切齿地问：“柳如烟，你想清楚再说话。菲菲是我儿子吗？”我一路狂飙，267公里的路程只用了1个半小时。柳如烟魂不守舍的碎碎念，我一个字都没听。车子最终停在山里一栋旧屋前，我指挥柳如烟带菲菲进去，我则取出平板推车，把伊藤诚扔了上去。到了堂屋，我把伊藤诚扔下，拽着柳如烟进了右边的房间。房间中间有2把木椅被钉到了一起，我把他的脚直接用链子锁在其中一把椅子上。转身出去，我又将伊藤诚扔在另一把椅子上面，用铁链条从上到下捆了个结实。处理好这一切，我在他们对面坐下。柳如烟看着我，她脸上的妆被眼泪冲出一道道的痕迹。菲菲醒来，挣扎着下地，跑到窗户边扔石头玩。柳如烟突然笑了：“老公，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我没说话，只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他恳求道：“你有气就打我一顿吧。你想想。”我等他慢慢想辞。良久，他哭丧着脸：“你想想妈，她不会愿意看到你犯法的。”我打开手机，将荧幕逼近他眼皮。我一字一字地问：“柳如烟，你觉得我妈还用得着我想她吗？”柳如烟愣愣地看着手机，慌张地问：“这是什么？”她不敢正视，因为手机上的照片是我妈青灰着脸躺在客厅地上，她嘴张着，像在无声的呼救。柳如烟闭上眼，泪水四溢，糊了一脸。她知道，此时不管她说什么，她的任何举动都能激发我巨大的怒火。那是生我养我的妈妈啊！我临走前千叮万嘱，让柳如烟一定记得多关注她的情况。封闭培训结束后，柳如烟的电话一直关机。我打电话问岳父母他是不是回了家，他们却语焉不详。等我赶回来时，和妈妈已是永别。医生告诉我是心梗再发。他劝我很难救回来的，你要想开些。我原本是应该能理解这种生老病死的规律的，如果医生没告诉我我妈的死亡时间是2天前，如果我没有听到岳父母的对话，岳父说：“你说让她生了算了，我也依了。现在她带着孩子和伊藤诚出去，自己婆婆死在家里，你就不怕季伯达发现？”岳母辩解：“季伯达老实，没事。他也就是想要菲菲多亲近伊藤诚，那毕竟是亲爸。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我是能释怀的。”此时，在柳如烟的哭声里，我却异常冷静。来，你跟我一样坦白，让我听听，你值不值得被原谅？我打开随身的背包，从里面取出美工刀和长锥子。想撒谎的话，
衡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承受后果。柳如烟惊恐地看着我，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她身下很快溢出淡黄的液体，淅淅沥沥地从椅缝中流到地上。她难堪地试图将衣服扯长，去挡住下身的痕迹，但那种味道早已不受控制地弥漫了开来。突然，我腿上一疼，低头看去，是菲菲皱着眉头在打我。不许凶妈妈！她维护柳如烟，如同我小时候维护我妈。菲菲应该是感受到了一丝危险，她看看柳如烟，又看看我。爸爸，你太凶了！我垂下眼皮，任她打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一瓶水，又摸出一颗白色药丸。我把水倒到只剩一点底，将药片掰了一半扔进去，晃了晃水瓶，我招手叫她：菲菲，来喝水。柳如烟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你给她吃什么？菲菲，不喝，不喝。孩子有点不知所措，一时不知道应该听我的，还是听妈妈的。我抱起她，把水瓶硬塞进嘴里。灌水，太简单了。柳如烟疯狂地想站起来，但她大腿往下被链条锁死在厚重的木椅上，一步都没迈开，就扑倒在地。我抱着菲菲走到屋外，不过走了3-5圈，怀里的小人就止不住地打起瞌睡来。我回到屋里时，柳如烟趴在地上，不停地试图起来。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来，看到我怀里空空，她惊恐地问：菲菲呢？你把菲菲怎么样了？我不计前嫌地把她抱起来，重新拿了根绳，把她上半身也绑在椅子上。她全程都在拼命摇晃身体。原来即使是她这种自私自利的人，也有特别看重的人啊。来，我们继续。柳如烟仇恨地盯着我：你不把菲菲抱回来，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我看着她，忍不住笑了。不说，那菲菲就可能真会出事哦。柳如烟瞬间癫狂起来：你就是个疯子！疯子！活该你爸不要你，活该你妈！说到这，她一下停住了。我表情狰狞地走近，一拳砸在她侧脸上。活该我妈什么？啊！这间被人遗忘已久的破房子里，还有许多旧家具。我顺手拎起一把椅子，高高的砸碎在她背上。柳如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大跨步走回包边，我拿起美工刀。我是无所谓，但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有父母，还有这条贱命。你自己算算账，说还是不说？柳如烟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她的表情已经不能说是害怕了，我能看出来她胆都快吓破了。她哭着问：你想要我说什么？我用刀尖拍拍她的脸：一样样来。先说说伊藤诚是什么时候知道菲菲是他的种？把他的手机拿出来开机，我警告：讲一句假话我就扎一刀。他抽噎着，含糊地说：早2年，早2年。我把刀拿在手里，慢慢转着，说清楚。他用力闭紧眼睛，深吸一口气。从一开始就知道，怀孕的时候就知道了。我打开她的云相册，找到她怀孕的时间节点，眼前出现很多我没见过的照片，有伊藤诚抚摸她肚皮的合影，有2个人的亲密自拍，有菲菲刚出生时伊藤诚拍着她笑得见牙不见眼的照片。我脸色阴沉，滑动着一眼看不到头的相册。你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当年我和柳如烟认识时，她是老板家的娇千金，我是晋升前景光明的中层。老板说，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娇滴滴的，现在正单身，你这样可靠的男孩子最合适不过了。我有过犹豫，但很快在柳如烟的直球攻击下深陷情网。我们准备结婚前，妈妈曾表达过担忧，抬头娶老婆，日子没那么好的。可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睛在发光，她说爱我。交换戒指的时候，我哽咽着说，我会一辈子爱你的。我没有食言。这几年我对她言听计从，对公司也是肝胆涂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因为我把一切都给了她。我咬着牙继续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柳如烟沉默了，她把头扭向一旁，看着还在昏迷中的伊藤诚，眼神中有万千情绪。我吼道，说，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柳如烟转过头，红着眼说，什么时候？我从小就跟他好，我只跟他好。
他充满仇恨地看着我。是你讨好我爸，要做上门女婿，本来就是你图钱来的，你有什么脸跟我计较这个？我心里理出头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父女，一个拿我当刀，借刀杀人，一个拿我当桥，过河拆桥。妙！太妙了！我走到他俩面前，从左看到右，然后举起手，直接一刀拥进了伊藤诚肩膀。将刀抽出来时，伊藤诚闷哼一声，终于醒了。刀上鲜血淋漓，我反手在柳如烟脸上抹干净。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错？柳如烟牙关发颤。你妈身体有毛病，不是我害死她的，你怎么能这一切怪在我头上呢？就算我在家，难道……我不想听他继续啰嗦，直接用胶带绕着他的嘴缠了2圈。我盯着他的眼睛，认真的说：柳如烟，不是你这样算的，我妈可以死，但不应该死在家里无人问津。你算个什么东西？觉得我妈这样的死法无所谓？血已经染透伊藤诚上半身大半的衣服，他眼睛要睁未睁的努力看着前方，脑袋像摆钟似的左右晃了几下，才慢慢清醒过来。我去墙边寻了根粗木桌腿，考虑到髌骨太硬，我瞄准了他小腿，使劲敲下去。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惨叫出声。旁边的柳如烟坐在椅子上，使劲来回晃着，试图离他再近一点。真是情深意重。我抓住伊藤诚的头发，把他的脸摆好，用另一只手抽了他一巴掌，再叫另一条腿也给你敲了。听我这么一说，他死咬着牙关，额头上冷汗层层，怒气冲天地瞪着我。我笑了，刚才他已经说了不少，现在轮你了。伊藤诚偏过头去看柳如烟，后者一脸麻木，已经没了反抗的心气。伊藤诚问：你要我说什么？我问：我出差是不是你走关系安排的？他闭上嘴，不肯开口。我笑着转过身，这一次我把刀抵到了柳如烟胸前。伊藤诚喘着粗气，好一会才说：留住，我让留住安排的。我点头。你们特意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带着菲菲一起过3岁生日。伊藤诚默认。我拿出一张早孕检查单，在那之前，我以为是柳如烟留给我的惊喜。咬着牙继续问：现在她肚子里的也是你的重？伊藤诚移开视线。我一步步走过去，心里无比自责。都是因为我不自量力娶了这样的老婆，最后害得我妈无人送终，惨然离世。我掐着她的脖子，如果不是你们搞事，我妈不会死在家里，没人管。她突然崩溃了，哭着说：我们不是故意的，谁想害人啊？我们就是想带菲菲出去玩一玩，谁知道你妈会这样？瞧，他们反倒成了无辜的人。我仰面冷笑。所以你的意思是都怪我妈命不好？我想想，你妈是不是心脏有问题，经不住下呀？伊藤诚一愣，回过神来，大声怒骂：季伯达，你有种冲我来！你找我妈算什么男人？你个杂种，狗娘养的！我抬起手，重重地往他脸上砸了一拳。我用了全身力气，伊藤诚往后一翻，和椅子重重地砸在地面，连带着柳如烟和椅子也翻了过去。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冲你来有什么意思？我受了什么苦，就要让你们受什么苦，这样才有意思。我要做的事很多，先打开摄像头，看看别墅里的动静。岳父母还像我离开的那天一样，被绑在沙发上无法动弹。我用语音喊话：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找到柳如烟了。听到声音，他们先是一愣，马上就激烈地挣扎了起来。我又说：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柳如烟现在不太安全。岳父冲着摄像头的方向，嘴里不停地呜呜。我把手机放到柳如烟耳边，撕下她嘴上的胶带。说话。柳如烟躺在地上，脚比头高，哭着喊：爸妈！我马上站起来。听清楚了吗？岳母流着泪，她想朝大门的方向挪去，但沙发是实木的，根本不是她能撼动的分量。我客气地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我给你们一个选择，你们能安静多久，柳如烟就能安全多久，怎么样？听了我的话，
岳父母对视一眼，马上老老实实的坐好了。岳母的哭声不断传来，但她一点都不敢动。我关掉话筒，再一次走到柳如烟身边，她的泪水从眼尾直接流到头发里，鼻涕也淌了半边脸，一点都没有往日保养精致的模样。她不敢看我，可又无处可逃，只好闭上眼，把脸扭开，似乎这样就能离我远一点。伊藤诚因为失血过多，明显有点发晕。他断断续续地讲：“警察会找到你的。”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再次把他俩扶起来。警察当然会来，迟早会来。他狐疑地看着我，我想了想，他们来了，然后呢？绕着他们慢慢走着，我一样样分析。他们来了，看到2具尸体。我跪在地上，不做任何反抗。他们把我带回警局，这是个大案，而且冲突明显，社会反响也很剧烈。可能我会被判死刑，但没关系，拉你们俩垫背，我不亏。也可能我不会被判死刑，最多10几年后我又出来了。那时候菲菲是不是长大了？柳如烟喉咙里发出悲鸣声。伊藤诚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疯子，你是疯子？我表示赞同。怎么会不疯呢？妈死得这么惨，儿子是老婆戴绿帽子生的，谁会不疯呢？我突然好奇，你们要怎样才会疯？越想越让人兴奋。我把手机架在桌上，打开录像模式。柳如烟问：“你要干什么？”“你不要录像。”我畅想，如果你们做的事被公之于众，你们会不会疯？我满意的看着荧幕上柳如烟扭曲的面容，伸出一只手在镜头前晃了晃。我叫季伯达，我身后这2个人，女的是我老婆柳如烟，男的是他嘴里的旅游搭子，实际上的奸夫伊藤诚。接下来他们将向大家坦白，他们是怎样勾搭成奸，毁掉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说完，我退出去。从堂屋抱起还在熟睡的菲菲，我回到手机边上的椅子上坐好，把刀尖轻轻地横在他脖子那。我说：“你们从头开始讲吧。”学生年代，我看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人都不过是纸板面具。今天就是我撕破他们面具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人生的赢家，工作体面，老婆优秀，孩子可爱，我有深爱的小家，又能反馈年迈多病的母亲。我从未想过，原来这一切都建立在最亲密的人对我的欺骗上。在我的胁迫下，柳如烟磕磕巴巴开始讲述。他说他和伊藤诚14岁就开始了谈恋爱。伊藤诚的爸爸是柳如烟爸爸的司机，他和伊藤诚从小一起长大，从没有想过2家人虽然面上不分你我，实际上却有着天然的沟渠。他们的恋爱被长辈发现后，柳如烟的爸爸大发雷霆。他觉得这不过是个地位低下的小子对自己千金的有意勾引罢了，他们没办法，把恋情从地上转到了地下，一转就是10年。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柳家企业工作，柳如烟的爸爸对我越看越满意。我名校毕业，长得也算一表人才，家庭结构简单。最主要的是，第一次年会上见到柳如烟，我明显被惊艳到了。柳如烟被要求和我接触，她想反抗，可她爸爸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伊藤诚那小子的事。季伯达这个小伙子很优秀，家庭单纯又好拿捏，和他发展一下，还是我把伊藤诚爸爸开了，你自己选。”当时伊藤诚的妈妈因慢性疾病，每个月需要极高昂的医药费，如果他爸爸失业，那是撑不下去的。说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伊藤诚深吸一口气，接着往下说。他知道这件事后，左思右想，还是忍痛和柳如烟提了分了手。但随着柳如烟和我关系的推进，他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后悔。在我们结婚半年后，某天我回家乡看望妈妈，柳如烟从父母家返回我们的小家，伊藤诚开车送她。就是这天，他们重新走到了一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柳如烟怀孕的时候，她也是害怕的，但他们发现我竟然没有起半点疑心，他们就生出妄想，如果不能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那至少可以拥有一个孩子。伊藤诚说，他们也觉得对不起我，所以
后面尽量不再单独相处。这次真的只是想给菲菲单独过个生日。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抱着菲菲，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你们想过没有，这件事从我的角度看是怎么回事呢？我从小父母离异，我妈吃了很多苦把我供到大学毕业。因为我还不错，所以毕业后我进了当地很有知名度的企业。入职后，老板看中了我，他主动撮合我和他女儿。幸运的是，他女儿似乎对我也很感兴趣。更幸运的是，他女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全心付出，谈了1年恋爱，结了婚。老板说要避嫌，没有办法给我太大的晋升空间，我理解。我做着和能力不匹配的岗位，对老婆千依百顺，把儿子当眼珠子疼爱。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妈，她心脏不好，动过2次手术。我不指望能治好我妈，我只希望她能走得舒服点。可是有天，公司通知我必须要参加一个封闭培训。我老婆让我放心，她说她会照顾好我妈。等我培训出来，却发现我妈死在家里已经2天了，根本没人知道。而我老婆孩子完全联系不上，只有奸夫的朋友圈里晒着他们一家3口的照片。这时候我听到岳父母聊天，原来那个孩子是奸夫的。你们说可笑不可笑？我真实的一切原来都是别人编造，而我为了这些还赔上了我妈的命。我放下菲菲，重新拿起手机。柳如烟哀求：你送菲菲去医院好不好？她什么都不知道。伊藤诚因为失血过多，眼皮都快睁不开了。你杀了我吧，我把命赔给你，你放了他们。15分钟的视频被我分成3段，朋友圈、各个群、所有的社交账号，我用3个人的手机全部发了出去。柳如烟看着我不停地在她手机上操作，她下意识地问：你在干什么？我浅笑着，认真地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引起别人关注吗？他们2个人都木愣愣地看着我。我好心解答：永远是夫妻不和，婆媳内斗，男人戴绿帽子。所以你们这种生野种，害得婆婆死了无人收尸的事，会戳中所有人的兴奋点。听了我的话，他们惶恐地睁大了眼。柳如烟叫起来：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伊藤诚则暴动起身，挺着脖子往这边扯。别用我的手机发。我不耐烦听他们鬼叫，重新用胶带封住了他们的嘴。发出去的视频马上有了反馈。我们的手机在最初2分钟的安静后，争相响了起来。提示音响起和频率告诉我，这件事比我预想的更令人震惊。我的手机里，大学同学群里一串问号。班长打电话，我没接。他又发来一段话：季伯达，你一定要冷静，让他们背负耻辱活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我视线逐渐模糊，关掉手机。我问：你们为什么总是敢做不敢当呢？我问伊藤诚：当年你们要是坚持，无非就是你爸暂时失业2-3年，你努力一点，他省一点，你妈的医药费不至于会缺。只要你们愿意熬，难道他家还能看着你们受穷受苦？我又问柳如烟：你要是哭着喊着以死相逼，你爸真能让你去死？他们争先恐后的呜呜叫，想来是有很多辩解的话，可我不感兴趣。我只是把他们再次弄到车上。菲菲和柳如烟坐后排，伊藤诚被我捆在副驾。重新启动，我好心提醒他们：我一点都不想要你们的命，但你们得乖乖坐在车上。我是司机，高速上手抖一抖，脚松一松都有可能。我反正孤家寡人，你们可不一样。一番话说出来，2个人老老实实的坐着。我一直朝家里开。4个小时后进了市区。菲菲醒来后喊了一会见我不理，又哭闹。哭了一会，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我看了看时间，晚上9点20。柳如烟和伊藤诚被我从民宿带走快12个小时。我岳父母被绑了51个小时。我妈妈已经死了67个小时。我把车开到公安局大门口，熄火，下车。值班的工作人员一脸警惕。这里不能停车。我举起双手，我来自首。
警察小心翼翼地看了车里的情况，马上拿出长叉把我按在地上。有警察把他们从车里扶出来，伊藤诚嘴上的胶带一被撕开，就大叫起来：“快抓他，枪毙他！”柳如烟则第一时间抱住菲菲，她在劫后余生中充满恨意地盯着我。我被戴上手铐，进了审讯室。案情非常清晰，我把一切都交代了。我猜测这应该属于影响力非常大的案件。菲菲的身世被公之于众，柳如烟和伊藤诚在接下来的人生里到底是在一起还是分开呢？还有柳如烟的父母宠溺女儿到这个份上，他们这么要脸的人能承受住这种舆论上的冲击吗？在看守所的日子，我经常半夜一个人想着想着就笑出声来。开庭那天，律师辩论到唾沫横飞，最后法官宣布季伯达触犯了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但同时考虑到他的自首情节，且他的行为出于情感上的极度愤怒和悲痛导致的非预谋性行为。综上考虑，季伯达数罪合并，判处3年8个月有期徒刑。被带走前，律师看着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我说谢谢，接下来的就拜托你了。我委托律师对柳如烟提起诉讼，我要他返还抚养费，对我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对我的名誉损害进行赔偿。同时，我要求法院明确我对菲菲的监护权和探视权。我很想让他们以命还命，但我知道死对他们来说真不算什么。入狱后，班长来探监，他告诉我这个案子引起了特别多的关注，柳如烟的身份被人津津乐道，富家女随意玩弄普通人的人生，她走到哪都被人关注。柳如烟的爸爸想把她和菲菲送到国外，但这需要父母双方的同意。我在监狱里，他们问都没来问我，就此作罢。伊藤诚则成了吃绝户的代表，没人相信他和柳如烟在一起是因为爱情，他妈妈因此心脏病发，好不容易才救回来一条命。柳如烟向我提起过离婚，但这个事呢，没有他想的这么容易。我想要的最终实现了，我要他们活着，但再也不能好好活着。班长劝我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减刑出来。他说，你是什么人，至少我们同学都知道，哪怕是开个小店做点事，还能饿死你。我隔着窗冲他笑，我知道我曾经是个好人。2年半后，我出狱了。出来后，我第一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诚恳地说，当时因为妈妈的去世受的刺激太大了，所以做下错事。经过教育，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会伤害到了儿子，而深感愧疚。虽然菲菲不是我的亲骨肉，但她是我含在嘴里爱大的，我很想她。记者跟着我去了岳父母家。二老脸色难看，但之前舆论对企业的波及威慑还在他们在镜头面前没敢太激烈的对待我，反倒很快把柳如烟叫了出来。我惊异的看到，不过是2年多时间，他竟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说不出来具体是哪里变了，但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他老了。他的脊背甚至没有我这种刚出狱的人挺得直。我温和的问，菲菲呢？我想看看孩子。柳如烟不敢靠近，她嘴唇颤抖着，你走开，你别想碰菲菲。我朝她走近，柳如烟，你别这样，我只是想念孩子，我毕竟是他爸。柳如烟瞬间愤怒起来，你算什么爸？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啊。我紧紧扶住他肩膀，怎么不算？法律上他就是我儿子啊。接着我把他紧紧抱进怀里，别激动，有人在拍呢，太激动对你家公司不好。这时有小孩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妈妈，外婆，我回来了。我惊喜的转身，菲菲长高了，但那张脸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我冲过去抱起她，柳如烟尖叫出声。我抱着菲菲转了2圈，儿子，想不想爸爸？菲菲短暂的惊慌之后，疑惑地看着我，你是我爸爸？我说，是啊，我们可以一个户口本上呢。记者在旁边喊，季伯达，看这边。我转过身，重重地亲在菲菲脸上。此刻画面极具意义。记者走后，
岳父拉我谈判，他说：“是柳如烟对不起你，是我们对不起你，但他们教训也受了。你开个价，只要是能力范围内，我都答应。以后各自过日子吧。”我说：“爸，你说什么呢？我只想要自己的老婆孩子。”柳如烟快崩溃了。季伯达，菲菲跟你没关系。我收起笑容，看了他很久，久到房间里一片安静，我才轻声说：“怎么会没关系呢？柳如烟，法律上，菲菲永远跟我有关系。”岳父颓然往后靠倒，保姆陪着菲菲在楼上看动画片，孩子的笑声一阵阵传下来。一片死寂中，这种无忧的欢乐在我们之间弹射，笑声越来越近。菲菲从楼梯上旋风跑下来，她把右手竖起，架在横着的左手上面，嘴里念着奥特曼里的台词：“逃避战斗是看不见明天的。”